给大家拿出来看看。你看我们的拉布布啊，这也就是我们北派有代表性的绒鸟作品。今天我借着这个拉布布呢，正式介绍一下什么是绒鸟。我们北派的飞机项目呢，叫北京绒鸟绒花。那么可能在大家的心目里想，是不是绒鸟只是鸟呢？其实它不是的，它是涵盖鸟兽景观等等啊，这些都叫绒鸟作品。那么它可以涵盖这么多，为什么只管它叫绒鸟呢？那这里头呢有3个原因。第一呢，因为在北京有一个厂子叫北京绒鸟厂，而它不是绒花厂啊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这个鸟吧，你叫绒鸟，其实这词儿很好听，但比如说我做出了熊猫，你是管它叫绒猫，你还管叫绒兽呢？或者你比如说做出狗，你叫绒狗还是什么？这些都不好听啊。就因为它前面是绒鸟厂生产的，所以就叫鸟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第3个原因呢，是因为绒鸟呢，50年还是51年呢，夏文复老师做出了鸟腿儿啊，就是拿几个铁丝缠绕的方式做出了鸟腿儿，使鸟站了起来。其实呢，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啊，这个绒花呢，其实它作为一种身上佩戴的饰品啊，绒鸟呢，它是可以作为一种工艺品或者是这个装饰品。当然了啊，绒花如果你要做成一个大的摆件的话，它也可以作为装饰品。但是绒鸟其实它是一个能独立站立的这么一个饰品或者叫装饰品吧。绒鸟它为什么我要强调它能独立站立呢？你比如说我们做一只小鸟，单独坐在发簪上戴在头上，它是独立的。你比如说咱凤三多，这个就不能叫绒鸟作品了，它只能叫绒花作品，它不能独立的去站立或独立的去表现。所以只有这种独立站立或独立表现出来的，可以称为绒鸟作品。基于这3个原因，北京的绒织品呢就叫北京绒鸟。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拉布布呢？因为我们马上我们的体验中心就要开了，在这种造型的手办作品上我们要发力。手办作品有很多啊，但是作为蚕丝的手办作品，我小时候有。你比如说我们的小绒鸡、小绒鸟，其实就是我们儿时的手办作品。那么在于现在市场上呢，手办作品有什么啊，布的呀，有塑料的呀，啊等等等等啊，这些手办作品。但是啊，这种蚕丝的手办作品啊，我们下面要去发力。绒花呢，可以说是属于一种啊轻奢饰品，绒鸟是独属于我们中国的蚕丝手办。希望大家呢能给我们一键3连。那么大家还喜欢看什么？还想看看我们绒织品呢还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来？也可以写在评论区里头。我们如果有时间，可以满足大家的要求。后续呢，我们会创作很多我们原创的、具有中国元素特色的蚕丝潮玩手办作品。那么希望大家支持。